嘿，大家伙早喽！2月6号星期四，巨冷，这股寒流从北京跟着我来到了大阪。我回北京前2天，北京开始降温，然后回大阪第1天，大阪开始降温。现在外边的体感温度是-7度，气温是-1度，主要是因为刮大风。我今天要跑一个30公里渐加速，看看能不能行吧。这应该是比赛前最后一个30公里了。加油加油，准备出发！今天太冷了，所以出来的晚，都6点多一点点了，估计回家得8点多了。现在是第10到15公里，这个课表之前跑过很多次，拍摄也拍过一次。前5公里5分到6分热身，之后呢是4分45到4分55，然后4分35到4分45，就这样每5公里增加10秒。现在这一组就是4分35到4分45，但是其实在这个配速区间我不是太好掌握，时快时慢。然后15公里到20公里是4分25到4分35，20到25公里是4分15到4分25。但是最后的5公里我设置的增加的多，目标是要跑到4分以内，好像是4分以内，我现在不记得了，就忘记是4分还是4分05了。今天其实是挺累的，昨天那个强度课，但是今天也是说跑就跑的这种训练，昨天没有计划的。有时候说跑就跑也就跑了，那脚背那儿还有点疼呢。今天带了一个能量胶，大概在20公里的时候吃吧，空腹出来的。现在是第15到第20公里，这5公里。目标的平均配速是4分25到4分35。有时候这么跑，你可能实的配速会忽高忽低，就看每公里那1公里多快就行了。我再往前跑1公里，快接近20的时候吃这个胶，这还是在北京的时候观众给带的。上1公里有点快，上1公里4分24，这一组的前2公里都是4分30多一点点，4分24就超过了目标的4分25。但上1公里是一个持续的大下坡，现在体感有点累了，已经有点疲劳了。而且热起来了，不冷了。最后一个5公里要把衣服脱掉，脱掉鞋又怕冷，所以这个季节跑步就是这样。这一年能舒舒服服跑步的，也就是春秋这2季。夏天这儿也巨热，北京也巨热。冬天这儿大部分时候没有北京那么冷，当然也会有1-2次的寒潮。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平均配速掉出去了，想稍微加一点。很少这么晚在大阪城跑步，就能看到好多，你看有学生，有年轻人，刚才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还没有他可能是父亲吧，还没有他父亲车轮高呢。爸爸骑着车带着小朋友在边上跑步。还挺快的呢，我老看见那对父子。行，那准备吃能量胶，一会儿下一组比较关键，下一组的目标配速是4分15到4分25，下一组稳定跑下来，最后一个5公里顶一顶，加油加油！
已经进入20-25这5公里，4分15到4分25，已经吃完能量胶。今天吃的这个就是可能能量密度不是特高的，比较稀。第一次吃这个还挺好吃的，跟那个稠一点的那个喜乐那个味儿似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关于稳定输出，带引号的稳定输出。昨天有小伙伴看完复盘的节目，说关于我最后说稳定输出这一点，说运动员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承认的，就是如果你是要拿前2、3名、前1、2名，或者是目标是 PB， 或者是奥运会这种名次游戏，你肯定这一场是不舒服的，是拼尽全力的。加油加油！我说那个稳定输出是指不慌张，拼尽全力也是稳定输出。我的大碗半马我是稳定输出，但是我并没有故意的放慢。并不像奈良、台北就有意的会慢点跑。这个稳定更多的是来源于对自己的了解和信任。我总说运动员，专业运动员其实和我们普通人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专业运动员没有普通的我们这种爱好者这么慌张。慌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视频的评论区有很多人问我能跑到什么成绩，我吃的是不是有点多，我练的是不是有点少，各种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其实在专业运动员那儿就好解决，因为他有一个跟着他熟悉他的明白的教练。再专业一点的还有营养团队，还有康复团队，对不对？教练就跟你说，你现在是2小时07的水平，你就跑吧，放心跑，跑出来是正常的，跑不出来呢是发生了点意外，跑快了呢就是超额完成任务，对吧？然后他的负责饮食营养的告诉他，你就这么多，你就吃吧，不多不少，正合适。这一点在追求成绩的精英的爱好者，就这些小伙伴的眼里，包括在我眼里，都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就慌张，我们就不能稳定输出。比方说我一场比赛，你说我起跑发现我跑得挺快，假设全马，我起跑一看，哎，3分38，我要不要这样跑下去？它是不是我最终的目标配速？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训练还不那么的，还不那么多，对自己能力的认识还不那么的透，或者是自己不信任自己的对自己的认知。我这次说的，我将来我要稳定输出的意思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这11年，马上就11年，对自己这么多的训练，这么多的饮食的测试，赛场补给的测试，各种的调整，经历的各种的伤痛都算上吧，这些总结起来就跟训练大模型一样。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到可以相信自己的程度了。不行，这个坡上坡说话有点喘，所以这是我的稳定输出。或者这样说，无论您什么水平，练了多久，都可以试试做自己的稳定输出，放弃那些
紧张、焦虑和慌张。这个当然是练得越多，跑的比赛越多越容易。就像你看大河原先生跑这么多比赛，他到比赛的时候，无论是赛前的准备、住宿、交通、卫生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他就不慌张。在这些事儿上，就是他的稳定输出。到比赛也是，有的时候今天累，有的时候今天不累，各种情况都经历过。下次你今天累的时候，你起跑，你看找到一个感觉，那就是你的稳定输出。这点上我还不行，我现在只能强迫自己相信自己就好了。运动员的那个稳定输出，我是这个意思。没有谁是做一件事儿的目标是上来就说我要把这件事做坏，对吧？都想把这件事做好。上1公里4分23可以，跑进4分25就可以。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能早日实现自己的稳定输出。像这次的半马，我一开始挺快的，对吧？那时候有过慌张，有过不自信，但是我想起赛前我的对自己说的话，我说这场就稳定输出，我就稳定试一试，就这样，相信自己，因为我相信这次半马的身体状态、场地、赛前的准备都远胜过那场10公里。那场10公里我可以3分29跑10公里，那这场半马我就可以先按，因为一开始是3分32、3分31，我觉得可以。到后边变快了以后，一直在3分30，平均配速也在3分30的时候，又迎来第2次慌张。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比赛到了后半段，或者后1/4的时候，无论是半马还是全马，就不再想稳定输出了。那时候大部分正常的思维，包括运动员的思维，也是我要顶一顶、拼一拼了。所以半马顶过16公里，全马顶过35公里，你也就不想那些了。现在是最后一个5公里，还有2公里多。哎呀，别酸菜！加油加油！最后2公里了，3分40多。上1公里3分40，还有2公里，上1公里3分39，最后的800多米。加油加油加油！累了。
你好，你好，来玩吗？你好，你好，我马上结束了。最后200米。哦，啊，训练完成，训练完成。啊，流鼻涕了没有？应该是流鼻涕了，没有感觉，但是应该不知道流没流口水，还没有到那个极限。刚才居然碰到观众，估计观众没好意思约，因为今天确实是挺晚的。平常这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剪辑了。今天跑长，我本来计划一会儿从那儿直接坐车回去，带公交卡了。但是这儿到家4公里，观众刚才往那边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过来迎我。如果回过来迎我的话，没准还能碰到。那我就跑回去4公里慢跑。先给大家看看单圈数据，然后详情我贴在屏幕上。第一个5公里，不对，从这是怎么弄的？哦，对，他从底下往上看的，哇！第一个5公里25分47，平均配速509。第二5公里24分03，平均配速4分49。第二个5公里开始的目标是4分55到4分45之间，然后每一个5公里往前错10秒。第三个5公里23分06，平均配速4分37。第三个5公里的目标是4分35到4分45。第四个5公里的目标是4分25到4分35。第四个5公里22分17，平均配速4分27。第五个5公里的配速目标是4分15到4分25。第五个5公里就是20公里到25公里，21分24，平均配速4分17。最后一个5公里的目标是4分05到3分35。我那上限设的就特别高，我不想表老响。最后一个公里18分31，平均配速3分42，还行吧。就是这个30公里的第25到30公里的平均配速是3分42，可以。我就不停表了，直接赶紧穿上衣服就走。
好吗？小伙伴们，我们遇到了，没有预约就遇到了。因为今天都8点，现在都8点半了，快。对，因为我看你平时是6点多，我假装的时候我可能起不来。从哪儿来？从上海。上海。对，带爸妈来，主要是。来玩几天？明天回去来了。明天回去。哦，最后一天碰到了。对。行，那我就不用跑太远了。我本来说我要跑4公里回家的，现在我还是坐车回家。好呀，好呀。坐车回家。耶。哎。嘿。哎，2月6号星期四早晨都8点28了，运气不错，往回跑了200多米就碰到了观众。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喊我快结束了，观众也是特别的捧场，还特意掉头跑回来，等于又多跑了400米。今天一共跑了30公里又400米，平均配速4分32，不慢呢。正好观众也坐同一趟地铁，我们就坐地铁回去了。那行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开心的周4早训练。咱们下回再见。